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昨天美股收了十字星啊，跌幅是0.04%。十字星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多头机会，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称时间级别的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为行情走到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上涨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就符合了 K 线西游战法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因此呢，在十字星之后，对于美股来说容易出现一个反弹行情。在反弹行情之后呢，我们认为上方存在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呢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在这轮行情之后，我认为美股会不断冲出新高，最终呢走出一轮牛市行情。比特币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同美股发生背离，比特币的上涨呢同美股的下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在行情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上方存在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连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目前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在6月28日14点，也就是明天中午。那么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都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如果今晚美股发动上涨行情，比特币有大概率出现一个跟随效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如果能够出现一根大阳线，将意味着行情重新启动啊！重新启动之后呢，会走出一个悟空阳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就对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新的预期。同时呢，本轮行情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上周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里呢是一个多头的信号。多头信号发生之后，上方就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我们认为美股对于比特币来说在突破33500点这个周线级别1440均线之后，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呢，如果持续上涨的话，将会成功回补4万美金到3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缺口。我们认为这个缺口呢大概率都会被回补。我们看到从4万美金到3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在这轮行情当中还没有被完整回补。因此呢，如果本轮行情能最终形成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将会回补这样的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看到从1月份到4月份的这波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因此呢，对于当前行情是容易走出一个平行式的上涨。这个平行式上涨呢，我们认为是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 ETH 相对于比特币始终处在一个弱势的格局当中，它的弱势呢，我们看到是位于在0.07附近的这个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线之后，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到达当前的0.061附近之后，我们认为容易出现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因此呢，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反弹可能性的。如果出现反弹行情，将会以小日线级别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1440均线和169均线为信号。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突破行情它的比值的突破行情可能出现的话那么我认为以太坊将会迎来一轮领涨行情。同时我们在这个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以太坊跟随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节阳线和沙僧阳线，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震荡区间这里已经震荡了6个交易日。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在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又重新修复，并且呢，我们认为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反复的缠绕变盘。那么最终呢，我们认为对于日线级别的以太坊来说，有机会走出一根唐僧阳线，最终呢接近前高2146美金。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当前行情当中已经接近前高，并且对前高进行了一个小幅度的突破动作这里是一个对前高的小幅度的突破动作。因此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在结构上也容易出现类似比特币的走势。可以看到，目前距离前高目前1873美金，距离前高2141美金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呢，如果以太坊出现领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比值出现快速反弹的话，接近前高到达2000美金，走出唐僧阳线的概率非常大。
BNB 是这轮行情当中走的最弱势的主流币之一。我们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比值一直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下跌呢已经完成了一整轮的2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在这个位置上跌破了169均线，证明它的空头趋势尚没有走完。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我们没有观察到走出标志性的反弹阳线之前，这个标志性的反弹阳线呢，我们认为将会是一个悟空阳线没有走出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前它的趋势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并且呢，我们看到底部位置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30附近构成了一个重要支撑。这个支撑位如果连续被跌破的话，将会跌破$210这个位置一旦跌破的话 ，BNB 的下跌空间将会打开。虽然对很多币种来说是一个牛市，但是 BNB 让我感到非常担心这个位置$210跌破之后，它将会回补前面行情当中从21年1月到21年5月份快速上涨形成的$230到$50之间的缺口。因此呢，如果跌破的话，我们认为它将会在$100附近构成一个我们可以接到的位置因此呢，我们在很长时间之内对于会员群朋友提示是一定要在这个如果下跌破之后BNB 出现黄金坑位置的时候去接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很多币种都会走出这样一个落入黄金坑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经常提到的 UNI 我们可以看到 UNI 就是在长期形成的一个位于$5.5的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之后，进入了到一个黄金坑的位置，然后迅速收回。因此呢，我们认为 BNB 在当前结构当中，如果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在$210上方的一个支撑持续下跌的话，它的下跌空间将会被打开最终呢落入黄金坑。但是黄金坑是一个好事因为我们有资金的朋友可以在黄金坑的这个位置上去布局，这个位置应该是百年不遇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前轮行情当中在这个18年的行情当中，对于 BNB 来说就曾落入到黄金坑，$8.8跌破之后，我们看到$48到$8.8这样的一个区间，最终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然后一路上涨，几乎没有回头的涨到了最高点$692附近因此呢，如果本轮行情进入到黄金坑之后，对于 BNB 来说是极具投资价值的。那么我们在昨天也看到了我们会员群频道在$130布局的一个 BCH 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拉升，在拉升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在昨天出现的唐僧阳线让高点到达了$235，我们会员群朋友基本上是差一点就翻倍了。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 BCH 将会迎来一定的由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引发的调整动作这个调整动作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小日线级别调整动作。如果出现小日线级别调整动作的话，我们认为它在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会纷纷与 K 线相交。那么在相交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是在$180附近是一个可以接的一个位置因为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的小日线级别调整过后它的趋势不变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上涨的动能，并且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它悟空阳线、八节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对于 BCH 的最大痛点在$260附近，这个位置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我们看到BCH 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黄金坑跌破$260之后进入到黄金坑的区域，然后在底部反复震荡形成筹码密集区之后，超级主力在底部抄底之后一路疯狂拉升，并且伴随着美国交易所上线 BCH、莱特币、以太坊和 BTC 当然了，这轮行情当中对于 BCH 它的跌幅是在95%，因此呢，超级主力对这个币种特别感兴趣，在大量资金进场之后引发了一轮急速的拉升行情因此呢，对于 BCH 来说，目前$220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继续进场的当然了，要提示的是，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出现回踩$180的一个现象。但无论如何，有仓位的情况下，你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利因此呢，在当前没有建立仓位的话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个观察仓或者一个小仓位的布局，等待回踩之后，再逐渐把仓位夯实进去。
那么对于 Uni 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有继续上涨的动能的，但是上方位于$5.5的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这个压力线呢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也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洗筹，经历调整过后，它才容易出现继续的上涨。那这里的调整，我们看的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目前已经走出悟空阴线和八金阴线，下方有沙森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调整能够回到5美金附近，到达小日线级别11440均线的这个支撑线之后才是可以布局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点。那么同时我们认为 UNI 在 DX 交易所已经成为龙头老大多个指标认为它在这个 DX 交易的占比已经超过85%，因此对于这轮牛市来说，我们认为从底部到高点，它起码有20到40倍的上涨空间。我们能够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100美金。当然了，很多同学想追的并不是龙头，他喜欢追这个占比市场份额小的，但是有可能对这个 Uniswap 进行追赶的，比如说 Sushi 我们可以看到 Sushi 的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0.67美金。那它在 DX 交易所的占比呢是排行第7的位置，占比仅有0.59%。所以呢，它的价格低，占比小，未来呢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预期所以呢，很多人说跟我这个交流的时候说想布局 Sushi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完全和 Uniswap 完全和 Uni 是类似的，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它没有 Uni 强势Uni 呢已经到达一个底部的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但是呢Sushi 在这里面还没有到达，目前呢它距离这个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上还有50%的空间因此呢对于它来说，它是一个有上涨预期无论是基本面上也好，还是它的价格这个位置上也好，它是有一个上涨预期，并且呢它是有一定潜力的币种。对于这种币种来说，我们认为是有一个仓位即可这个仓位可以稍微小一些相对来说小一些。这个相对呢指的是和 Uni 相比。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